无人机掠过湖南高山山坳，移动孤房悄然入境，寻迹徒步登顶探寻，方知是六旬老人的清修之地，隔绝尘嚣，隐于群山深处，藏着一份不与外界争锋的淡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嗨，大家好，我是天福。大家现在看到我周围的环境啊，我的左手边就是一个菜园子，我的正前方呢就是一个村落，是不是看上去非常的普通？但是大家看到我身后这座大山，它的海拔接近900米，而且呢，我们通过无人机啊，发现在这座大山的顶端有一栋房子。而且呢，看上去非常的比较新，不知道是否有人居住。于是呢，我们就询问了一下山脚下的村民，他们告诉我啊，在这个山上确实是有一位爷爷居住，而且呢，他在这个山顶上啊，独自生活了10几年了。今天的天色不早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5点钟，我们只能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山脚下的情况。明天我们一大早再来带大家去拜访那位爷爷，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山脚下的情况。嗨，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啦。现在我们在这个山脚下看一下周边的环境。你看我眼前的这个泉水呀，非常的清澈。这个水呢是从上面的山上流下来的溪水。而且，当地的村民啊，就用这里的水呀接管子，然后引到自己家里去饮用，或者是浇灌自家的田地、菜地。这个水呢，应该是比自来水肯定是矿物质是更加的丰富。这个泉水刚刚用手摸了一下，非常的冰凉。好啦，那么我们现在就沿着这个羊肠小道走到前面去看一下这个路况怎么样。你看这个山路还是崎岖不平，当地的村民告诉我啊，现在这条路呢还是可以走人，只是说没法骑车，摩托车也不行。大家看到我现在的镜头前面就是这个村落。这个地方还是经常有人走，不然这个草啊，应该都会长到路上来了。这个地方都接了水管，你看沿途都接了水管，就是我刚刚说的当地村民引这个把山上的这个泉水呀、山泉水呀引下来，引到家里去进行饮用。周边种的菜啦，也是用这里的山泉水来浇灌。你看这条路，看上去像是一条古驿道，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等到明天我们到山顶上跟这位大爷交流后，看一下是什么情况，是不是一条古驿道，以前山上是否有村落。这里还有一个用石头垒砌而成的一个围墙。是的，这个是这种有一定年代感的这种围墙。我估计以前这个地方啊，可能是有人在这边居住，但是后来废弃了，但也只是猜测。现在整个这个山里面的环境啊，非常的
幽静，丛林茂盛。这条路呢，看上去还是有一些陡峭、崎岖不平。不知道山上的那位大爷，他是否经常会下山来？远处的那个风力发电站轰轰作响。是的，这山顶上啊，估计风力非常的大，所以在当地政府啊，在上面安装了风力发电站。你看，走在这个位置，能够听到山泉水潺潺的流水声，说明这里的山泉水啊，水资源非常的丰富。这种石阶路啊，凹凸不平。据当地村民告诉我，上面这位老人家在10多年前修建上面的房屋，都是用马驮他的建筑材料到山顶上才修建的这个房子。如果是人背上去的话，那非常的艰难。在这个位置啊，也是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水管穿墙而过。你看这里都是用石头搭成的一个石梯，所以说这条路看上去倒是像那种古驿道，因为之前我们走过湘军古道，所以基本上是这种情况。整个这条路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之前去走那个两香亭，那个当时的路啊，完全被杂草给遮挡住了。现在我们所行走的这条路啊，因为是有人居住，经常上下山，所以呢，这个路就开辟的非常的干净，就比较好走。是的，这条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走了，也没有完全荒废。两香亭的那条路是基本上荒废了，没有人走了。好了，今天天色非常的晚，我们上下山至少要5、6个小时，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再往上爬了。那么明天一大早，我们再过来，直接登到山上去拜访这位老人家。那么，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见，拜拜。嗨，大家好，我是天福。昨天呢，我们已经带大家来到这里了，因为昨天时间已经比较晚了。今天呢，我们大清早又来到了这个地方，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去登山，去拜访那位爷爷。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好，我们今天其实早上6点多钟就起来了，然后7、8点钟出的门，但是一路上应该本来就要开好几个小时的车，然后呢，路上又塞车，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已经接近10来点钟了。不过没关系，今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上下山。好。今天天气也跟昨天差不多，非常的凉爽。在半个月之前，这边的天气都非常炎热，室外温度38、9度。但是现在我们都穿上了冬装了，所以登山呢非常的舒服，没有那么炎热。我们现在所行走的这条路，它是由碎石和泥巴混合而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走这条路啊，都还是有点崎岖不平的。下雪以及下雨天气啊，这个地面会非常的湿滑，这个泥土啊，会被冲得非常的滑脚，所以呢，我很难想象那位山顶上的那个爷爷啊，上下山
那是有多么的不方便。昨天我们差不多是走到这个位置了。现在太阳还没怎么出来，阳光照射也不是特别的强烈。你们看这个石头堆砌成的这种石台阶，这里还有潺潺的流水声。哇，这个路还是好陡峭的，大概有70度的样子。刚刚我们下车的时候碰到山脚下的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奶奶，她给到我们一大把的那个板栗，非常的热情。等一下我们下山之后，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她，跟她看一下家里买一些板栗回去。这个台阶用这种青石板铺的，还算是有些比较规整。你看这里都有人随意的丢的垃圾，等我们下山的时候把它带下去吧。我们先放这里，然后我们下山的时候把它带下去。可能是当地的一些驴友啊，或者是当地的村民来这山上采野果子，或者是采一些中草药的时候留下的矿泉水瓶。这条路还算是比较干净，我想应该是当地人走的会比较多，来这上面采野果子啊，或者是采中草药。相对我们之前去两乡亭走的那条路，那真的是非常的好走了。这条路两边的植被还是非常的茂盛。在这个位置呢，就可以俯瞰下面山脚下的村落。远处又是一长条的石头堆积而成的一条石阶路。走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啊，我们是听不到城市的车水马龙，只能听到来自这自然环境的声响。在这里啊，可以听到鸟叫虫鸣声，也可以听到潺潺的流水声。我们无法感受到城市外的喧嚣，在这里啊，是非常的适合修身养性。呼吸这里面的新鲜空气，负离子满满。这条路呢，也就只能是容得下一个人行走。你像摩托车、自行车，在这上面走那是不可能的，非常的陡峭。但是这上面养一些山羊啊、牛啊、马呀，走这样的崎岖不平的山路，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山路18弯，就是形容这个道路蜿蜒盘旋。上面那栋独户人家，那位大爷一个人住在上面，我想他上下山不知道有多艰难。哎呀，爬了10来分钟，就这么的气喘吁吁。哎呀，今天温度看上去比昨天要热一些。休息一下。你想走这样的山路啊，哥要是下雨天呐，真的是没法走。我们现在走这种路啊，天气都已经开始转凉了，旁边的植被呢，也从这个道路旁边啊都退缩回去了。你想象一下，在6、7月份炎炎的夏天，这些植物啊长得非常的茂盛，说不定你都可以将这个道路给覆盖住了，那行走起来呀，那可是更加的困难。现在啊，我走这样子的道路啊，虽然说还是比较陡峭的，但是相比于之前我们所行走过的两厢亭而言来说，这样子的道路还不算什么。之前走的那个两厢亭的那个道路啊，真的杂草都贴到我脸上来了，真的走的我都怀疑人生了，知道吗？大家如果对两厢亭那个地方感兴趣啊，可以去看一下那一期视频，真的是走着走着就没路了，完全是瞎子摸象，走一步看一步的那种状况。那里的风景也是非常好。这里一根竹竿倒下来了，横在路中间，不小心撞到头了，天父。哎呀，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徒手上来，那么以前的人走这样的山路，那是要肩挑背扛的提重物，是不是更加的困难？所以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人都不愿再坚守在这个深山里面了，因为行走不方便，交通不便，生活也是不是很便利。这里到处都是竹子。这条道呢，也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以前的人开凿出来的一条羊肠小道，旁边就是100米丈的悬崖，只是被这些杂草给封住了，没有那么恐惧站在这里。这些竹子啊，都是被大风给刮倒的，也有一些是被虫子给啃食，而被它摧毁。而导它的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竹子，所以呢，夏天啊，这里应该会很凉快。在这个深山里面呢，很多奇花异草，我们叫不出名字的都有好多。
像这种草啊，到处都是，不知道这是什么草，有什么用途？屏幕前的朋友，你们知道吗？这个竹子呢，就是连根拔起，倒塌了。到处是这种倒塌的这种竹子，不知道是人为砍掉的呢，还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倒塌的。山野里面到处是这种红色的这种果子，这个是什么？叫不出名字，不知道有什么作用，能否食用？大家知道这是什么野生的果子吗？一直是陡峭的坡度往上走。登这座山还是需要一点体力的。这里我好像看到了有拉的电线，看到了吗？黑色的电线从下面拉上来的，只是没有架那种电线杆，但是从草丛里面穿过来的电线往上拉，所以说中国的电网啊非常的牛，只要有人的地方啊，就会有电通到家里去。这个位置啊，看上去啊特别的平坦，我猜想以前这个地方估计有人在这边居住，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住在这上面的人应该搬到下面去了。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我们一路走上来啊，陆陆续续的有一些青石板路，像是以前的人特地铺成的路，所以我猜想这上面可能以前会有古村落在这上面，只是慢慢的消失了。好，我们继续往前走，现在估计还没到半山腰。今天温度要比昨天高。爬了接近半个小时，已经满头大汗了，把衣服都给脱掉了。哎呀，但是在那个山顶上啊，可能又有很大的风。你听得到上面的风力发电机在呼呼作响吗？听到了，好大的声音。是的，所以上面有很大的风。但是如果它是轰轰作响的话，那不是会很吵吗？那位爷爷他生活在那个山顶上，挨着风力发电站，应该会比较近。那他是怎么待得下去的呀？那就要等我们到上面去跟这位爷爷交流，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啊。这条路我们走到这上面来，都还算是比较干净，路上没有什么杂草。这个树上还被绑了一个红绳，有可能是驴友啊，或者是当地的村民在这上面挂的这样的红绳，来判断路的方向，怕迷路了。你像这地上，这地面呢，就是露出来的黄泥巴，下雨天呢，非常的溜滑。快走，体力不支了吗？还好吧。你看，一路上都有这种竹子啊倒塌拦在路上，这根竹竿呐，看上去是老化了，
或者是被虫子给蛀掉了，然后就开裂了、断裂了，横在这个路上。走到这个位置呢，又看到这种青石板铺的路面。又是一根竹竿横在路中间。在这里啊，安静的可怕。这个位置啊，豁然开朗的感觉。这里的植被就没有那么茂盛，光线特别好。现在这里非常的寂静，连鸟儿的声音都听不到。我发现啊，一路走上来，这个道路的两旁啊，好多人在这里到处丢了垃圾。因为每个人的素质是不一样的。哎，这个地方呢，这个是可以吃的嘞，这是野杨梅吧？哪个？你看这个，这不是树莓吗？对，树莓是吧？只是不多，长在地上。这种野生的东西，我觉得你要不是自己亲手种的，我感觉都不敢吃，因为只要有一个基因不同的话，那就是另一个物种了。哦，所以不敢轻易尝试野外的一些野生的果子，对不对？是的。但是如果认识的话，就可以吃。野生的果子，它的营养价值比自己种植的要更加丰富，是完全无污染的、非转基因的野生水果。哇，站在这个位置俯瞰下面，下面的风景啊，一览无余。下面的村落房屋错落有致，这个道路也就1米的样子。我们现在走这种道路啊，都走得气喘吁吁的，更何况是呢山上那位60、70多岁的爷爷走这样子的道路啊，他到底是怎么走的呀？难道还有其他的道路更加的平坦，可以通往山下吗？那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不知道这边有没有新开辟的其他的路。幸好现在天气转凉了嘞，你要是夏天的时候，说不定这里都可能会有蛇。那肯定啊，丛林里面蛇鼠虫蚁什么都有。这个坡度大概有80度的样子，也是非常陡峭。腿都走得发软了。我们这里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走到一个平坦的路面去休息吧。前面的那个风力发电机啊，就近在咫尺，直线距离只有100米左右。
大家看，现在呢，我所行走的这条路啊，这个宽度啊不到1米，而且呢，我右边啊就是悬崖，只是被我右手边这些树木啊给蒙蔽了双眼。要是这些树木都没有的话，你往下看，那垂直高度那有400米左右啊，那可是魂都可以吓没的。哎呀，走到这样子的路上啊，不仅是崎岖不平，而且呢，这里啊，到处都是树木，还有很多那种蚊虫。站在这个路的边上啊，脚都发软，我是有些恐高，尤其是站在那种高楼大厦上面看下面，完全是不敢走的，不敢站在那里。刚刚有听到一种鸟叫声，是吧？是的，非常奇怪的鸟叫声。哎呦，我现在都不敢看下面了。而且这个路上啊，还算是没有被开发的路段，仿佛走到了原始森林一样的。你看旁边没护栏，要我看下面，非常的恐惧。你们看前面那片竹子啊，长得非常的茂密。这些还是很小的竹子，都是斜着长的，全部是这种 V 字形的路。说真的，你说到这种 V 字形的路啊，我的脑海里啊就想到了一首诗。要是到了下雪天气啊，这路上到处都是雪，你要是走完之后嘞，雪又把这个路的脚印又给它覆盖住了，就让我想起了一句诗：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哦，不错呀。因为我们今天所行走的这个道路啊，弯弯绕绕的，知道吧？然后呢，我一想到，要是下雪天呐，这个道路被雨雪覆盖住了，然后就会有那种场景，这首诗就浮现在我脑海里了。哦，但是真的是下雪天的话，也不适合登山，那肯定是非常的危险，路面湿滑。哇塞，完全是在丛林里面穿行。现在又达到了一个海拔高度，这个位置可以看到远处的风景，云雾缭绕。生活在这个乡村里面啊，空气环境啊特别好。山下的村民饮用山上的山泉水，田地用这个山泉水灌溉，农作物也是长得非常的好，吃起来味道格外不同，格外美味。越往山上走，我们就可以听到好多的虫鸣鸟叫声。这个地方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平坦，走，快点！你看这里都是拉了电线。是的，电线在这里又看到了，它完全是架在现有的这种竹竿上、竹子上，这是天然的电线杆。所以上面这户人家
这些电线为他这一户人家通过来的。我好像看到屋顶了，房子就在咫尺。哦，我们终于登上来了。哎呦，他们家还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呀！啊，在这个位置确实是比较空旷。好像上面的高山呐，还有更高的山在后面。我们好像误入世外桃源了。确实是，他这里还做了一个铁栅栏，不知道有人在家不？好像没人在家耶。有人吗？锁住了，没人在家。今天不是很幸运呐。你看它旁边是安装那个铁门，然后旁边有这种铁丝网拦住。它整个这个地带呀，非常的开阔，旁边开垦了一些地，种植蔬菜。这边还有一条路可以通往上面的山顶。它这个地方背对着这个风力发电站，听上去噪音不是很大。看上去没有人在家耶，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里有人居住。你看旁边还晾晒了衣服，只是今天不碰巧啊。安装的这个铁栅栏也没法进去啊。看来这家的主人今天不在家，或者是到周边去务农去了，有可能到山下去了。那好吧，我们现在沿着我面前的这个小路继续上去看一下，到周边去看一下。这根电线直接是在这边通到他们家里去的，果然是为他们一家拉的电线。啊，我们到这边看一下。这条路更加的不好走哎。哦，哎呦哎呦！哦，我们到上面去看一下，看上面是不是还有更空旷的一个地方。这是什么？哎，这个是铁的吗？看上去是水管，直接通到他们家里去的，也是接通了这里的山泉水饮用啊。哇塞，你看这里，这种古老的石头垒砌的这种围墙，那么可以想象，以前这个地方啊，应该也是有人居住。这个山上可能以前是个古村落。看一下前面还有没有更宽阔的道路。你看这里都有徒步的，长沙银河户外。对，这是登山爱好者在这里留下的一些布袋。这里又有几个分叉的路。哎呦，感觉走到这上面来，还有路吗？有，但是好像封住了，就不好走了。我看一下，这条路啊不好走，我们就不过去了。好，好，我们回去了。哎呀，这个路啊，你看，十分陡峭。它那个房屋后面呐，比较空旷，我估计上面开垦的荒地，或者是种植了什么
蔬菜呀，但是不知道从哪条路上去。应该是他从下面开垦的一条路可以通上去。那里可以上去。对，你看他这家人的门帘啊，苍山修道士，所以他们家选择住在这个地方啊，是来这里修仙的。这里确实是一个修仙的好场所，没有任何人打扰。我们在这个位置看一下。这里呢有电，有山泉水，而且它还借用了这个太阳能热水器，后面修了一个蓄水的桶，就可以满足一家人的需求。看样子这个晒的衣服啊，不像是只有一个老人家住在这里，至少有2个人居住在这里，感觉千辛万苦用马驮建筑材料来这里把房子修在这上面，确实想法与众不同。这个房子看上去还是比较新，据当地的村民说，他这个房子修建了有10几年了。你说他这个旁边安装了这么多铁栅栏呐，起什么作用？还有这种铁丝网啊，为了防止野兽来打扰它，侵入他们的房子，对不对？是的。如果有野兽啊，会到他们家里来，就会有防护作用。所以他们考虑还是非常的周全。这个地方我很好奇，它这里修筑了一个这样的水泥板，下面应该是开凿了一个什么地窖，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所以它这个地方非常适合隐居。他们家看上去应该没有摆放风箱，没有养蜂。基本的设备还是比较齐全，不知道他们这边有没有网络，反正是有电有水，网络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地方非常的适合修身养性啊。是的呀，你没看到他们家门帘上写了修道士啊，还算是比较安静，对吧？爷爷你好。啊。哎，叔叔你好。哎呀，我们刚刚在这里待了半个小时，没看到人呐，你在哪里啦？你到下面，我刚刚走到那上面去。我刚刚走到上面岔路口，然后就看到丛林密布，然后就没有那个。这是你家吗？对。你现在还要上去忙啊？我现在去拉那个茶要烤糊了，下面冷起来了。啊，还多长时间？还几分钟就可以了。啊，那我在下面等你了。所以说，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幸好没下山去。我们在这里稍微等了一下，因为现在已经到了12点了，应该到了午饭的时间了。我想这个叔叔啊，他要么就在周边劳作，要么就可能在家里打道修仙。我想他应该会出来，所以还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今天费了9牛2虎之力跑上来，能有幸跟这个叔叔交流，看上去年纪不是很大呀。爷爷，我来帮你吧。好啊，是你来玩，我另外的，我早就出去了。哎呀，我们刚刚走这里都没看到你呀。哎呦，你买的不要小心一点啊！好。买的不搞得自己拿这个小的轻一点。小心！你看这个上面的温度啊，不超过15度的样子。我们爬上来的时候啊，满身是汗，但是走到这上面来啊，还特别的
凉爽这里，所以赶紧把衣服又穿起了。这个才是最舒服的，有这个太阳啊，是吧？啊，它是晚上就开始冷起来了。哎呀，我看叔叔衣服还穿的蛮多。有些毛衣毛裤了。请问您贵姓啊？有姓朱啊，姓祝啊？朱德的朱啊。朱啊，姓朱啊。昨天下午我们就来了，哦。然后但是已经到4、5点钟，我们想爬山的话，可能来回要3、4个小时。这个树砍过来是有什么用途吗？烤火了。哦，烤火呀，做木材烧的。对。啊。这是刚生。哦，这是冬天要烤火的。这个下面就是冷，高山哟，就是冷呢。哦，冬天就是冷。对。哎，请问您年纪有多大呀？对啊。啊我60岁了。60岁啊？那也还好啊。对的，是不是？你这个房子修建了有多少年啊7年了。7年呐。嗯。以前这个地方就有房子，还是重新在这个地方开？这是一个庙，那个这当地是一个很有名的禅师啊。禅师。肉林禅师，是四川过来的。四川过来的。啊，他这个是当地很有名的，他已经去世应该是有200年了吧。哦。那也就是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灵气了。肯定灵气很足嘞，这个地方。所以我看到你这个房子上面啊写了那个修道士。啊，对。我想叔叔肯定喜欢那种清静啊，然后喜欢那种清静的生活。然后你现在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吗？我现在是一个人，我是闭关修炼。闭关修炼呢，就是要与世隔绝。啊。与世隔绝的时候，一个人跑到这个大山里面来了。这个是你还没有修定之前。要与世隔绝才能修得快，才能好修。今年我已经是闭关的18年了。以前别人来拍我不让他拍，但是我可能快可以出关了。闭关18年了。你呀，已经在这里修炼了18年。这里是7年的，另外一个地方已经12年了。哦，这里是7年，那里是12年，接近12年，今年接近19年了。很快就满18年了，满18年。19个年头。哦，19个年头啊。嗯。难怪的，我说是一个人住在这上面，肯定是有其他的什么想法了，所以我们上来。那我想请问你，就是你家人呢？我家人呢，修得一定是佛家，都讲究一个缘分嘛。你走你的路，他走他的路嘛，互不干扰嘛。你进了你自己的引导之后，那就是你去追求你的理想。都是芸芸众生的，哪怕是你的亲生的女儿儿女，然后见面之后都感觉就是跟普通的芸芸众生差不多。修得再好都是这样的，就是一种境界了。是我的儿子或者是我的女儿的话，他是这辈子和我缘很深，就是这样的。那你现在你的妻子，她现在也是住在其他地方吗？他现在在城市里面，我也是在城市回来的。原来我在湘潭，在湘潭那边工作也是。你有儿女吗？我有啊，我有个女儿。只有一个女儿。对。哦，她也成家了她成家了，也在城市里面。那她会经常过来吗？她没有时间，她要带小孩，要上班。再一个，我不想被人打扰。哎，我们上来也没有其他的带，给你带一包麦片吧。这个有些人吃这个没关系。来，啊，好，没有带其他的什么。你当时是怎么想到了这个10几年前怎么会想到要修仙？是受到了什么启发吗？这个讲起来就是不是大多数人呢是在六道轮回里面轮回，这不是一辈子的事。但是我这辈子已经修了30多年了，也就是修了30多年，闭关18年了。闭关18年，其实真正修道的话，还在18年前就已经接触过这个道教。你应该是属于道教文化吗？不是道教，按照严格的讲来，我们修是现代的佛法。佛法，佛教。佛法不是佛教，是现代的佛法。佛是那个儒释道那个佛啊。儒释道的那个佛呀，对，它不就是那个佛教吗？对，儒释道佛教嘛。佛法还是有区别的。哦，佛教和佛法，它有什么区别呢？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创立的佛法传下来，他这个来教育这个世人，
他这个理念来教育世人，就是佛教。教育世人。佛的教育，佛教就是佛的教育，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了教化世人传下来的。它不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教育世人了解生命、了解宇宙。这个应该如何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为世人的是要解决灾难了的问题，就是说，他修成之后是，世人不懂的道理啊。修成之后他都懂，也就大彻大悟之后就是这样的。哦，大彻大悟就是一种境界了，修道的那种达到一种境界了，你就会什么都会看透，人性的各方面啊都会看透。那你现在平时会经常下山去吗？我有时候下山我要准备一些生活物资。生活物资。对对对。今天没给你带一些盐呐，或者是调料品啊？我早就不吃盐了。你不吃盐呐？对。那你平时吃什么的？吃的是那没有污染的食物。没污染的。对，我看起来是没有污染的，吃的也是没有污染的，是吃的比较小。平时吃自己种植的一些蔬菜，对，然后野菜哦。对。然后这个水，我刚看到那里有那个水管。那是接了这里山泉水，然后这个电线我看一直从下面通上来的，这个电线是下面拉上来的。然后你这里好像没看到养狗啊、养猫啥的，鸡也没养。这个因为我们修道人是慈悲啊，不杀生呐。哦，所以不养就是有生命的东西。那你平时吃肉吗？吃肉的话是这样的啊。你修的时候，你要修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吃荤呢？哈。一般修道人他是不吃荤的。我前面是吃了15年的素。15年。对。但是的话呢，修到后面之后呢，我再还一关是再难过的。为什么是再难过的呢？这一关就是说，你过去无量劫以来，这一辈子还包括以前无量世啊，你杀的生命，你伤害的生命，这个就是自己造的恶业，这个就是很分毫不差的因果啊。你是让这个上面是怎么痛苦的，他这个时候就会让你怎么痛苦，他这个痛苦会返回到自己身上来。因果报应，这就是因果报应啊！因果报应你要体会到，你看我现在就完全是体会到这个因果啊！我过去我没有开悟的时候，伤害了生命，伤害了生命之后，他现在要让我还债呀。让我还债的话，我有命债，他要我还命债，我如果伤了他的性命的话。这个时候就要我还命债啊！所以，那你这一段时间，这20年啊，就是吃一些小菜或者是野菜。对。你这个旁边看到修了这种铁栅栏呐。对。这种铁栅栏是有什么作用吗？这个是防动物啊，起个保护作用，防止野猪啊或者野兽啊闯进来。有野猪啊。这山上有野猪啊？有野猪啊。你碰到过吗？碰到过，早几年很多的，现在这个风力发电搞起来之后就小了，那个太响了。把它吓走。这个风力发电，你看这个上面目前没多大的风，它好像噪音不是很大。那如果有像冬天的话，它有很大的风的话，你这个下面的噪音会不会很响啊？我就是早2年它刚搞起的时候啊，我就修不了这个噪音，我就下去了1年多啊，差不多2年啊，这个噪音太大了，不适应了。我本来这个时候是再要清净的，但是他就把这个清净打破了，我在上面待不住就走了差不多2年了。这里好大的声音呢，好大的噪音了。以前刚搞起那收得很快，那个响声很大，那可能有150分贝到200分贝。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多大声音呢？现在慢了，这个可能是时间久了，这可能是它调慢了吧。它这个风力发电站是什么时候修建的？22年下半年开始，8月份开始运转。接近3年呢。对，接近3年。以前最开始修起来的时候，好响的声音是吧？对，噪音很大，所以影响到周边的那个生物啊，那个环境、生态环境。把电上也发了电，但是不利的一面就是把这个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破坏了大自然的平衡。所以最近几年这边的动植物啊、野兽啊都吓跑了，或者说可能已经灭绝了都有可能。是的，动植物其实都有生命的，都有灵性的，对不对？你身体怎么样啊？我身体肯定修道也是相当好的，因为它是生命，修道也包括要保持一个很好的身体，身体要好，智慧
要修出智慧，是不是？再还要达到智慧圆满。这个是最高的目标，是不是？身心要彻底解放。好，身体好就行。一个人在这边还是要多注意一下了。我看那个路啊，就是一路上还是蛮干净的，没有杂草，是不是你平时去修整过呀？是一个是我自己搞，一个我请人搞。哦，你还请人在这边帮你修一修路。我时间不够，我就请人帮我搞一下。难怪我们一路上走过来，这个感觉这上面经常有人走。我看你头发全部白了，是什么时候白的？是头发白是因为我一个是遗传。哦，遗传。主要的是遗传。你父母也是白的比较早。对，二个的话，这段时间呢，这几年这个小屋也是非常的难修。这个有影响，是不是跟那个饮食方面有关啊？饮食当然饮食要注意营养，要注意调节，是不是啊？那你这个一直住在这上面，以什么来靠维持那个生活呢？我现在退休了，我有退休工资，就完全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隐士这个地方。然后我听山脚下的村民说，你这个房子啊是用马呀驮这个原材料，这种石块呀、石砖呐驮上来的。是啊，1匹马，9匹马呀。搞了2个月在这里。搞了2个月驮上来的。对。真的，这上面如果是靠人背上来的话，就会。现在没有这样的体力了，来砌这个房子。砖石结构你砌不起呀？砖石结构，体力不够啊！现在人你搞拉一白件下来都很困难一点。现在也没有这样的人愿意吃这个苦了。对，原来早80年有，一个人可以挑的300斤去，很多人体力都很好。那个时候，我看到我刚刚走上来的这个路啊，你们上下山就只有这一条路吗？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上来？到这里来这条路，但是像这个山还有2边都有路，那边有路。那边顶峰那边有路，就是到那个山顶上那个风力发那边有人工开挖的路可以上来。这个路是早2年修通的。你这上面是不是经常会有人来这边登山呐？旅游爱好者呀？现在半年有很多，因为这是一条旅游路线，那个地图上有标注的。我们来这边感觉到还是打扰到叔叔了。然后我就看到，我是快可以出关了，可能已经快可以出了。过了这个难关就可以。我在想，这是一个人住在这上面是有什么想法呢？然后跑上来之后，果然看到了那个上面写了修道士，所以果然是有故事的叔叔。对呀，我们为了来你这上面啊跑2趟，我们就觉得很值，因为今天还是学到了，长见识了。这就是叫做缘分呢。缘分，对，就用你们佛教的那个说法来，这就是缘分呐。本来我们今天刚刚没看到你人在的话，我们都打算下去了。但是我们想一想，还是再等个半个小时。你这里的话，下雪天的话，这个路好走吗？下雪天不好走。不好走。下雨天也是不好走。下雨天也很滑。我看到你这个上面这个是什么呀？这里看到修了一个水泥板，这里是做什么用的？原来这个噪音很大吧？这个地方就上档的了，到这个地方噪音就小了90%了，只有10%的声音。所以我难修的时候就在这里堵这个噪音的。哦，就在这个位置活动一下。然后这上面又有植被。对，这个噪音比较茂盛，90%的那个噪音已经把它隔掉了。逢年过节会回去吗？会到城市里面去吗？一般都在这个地方。都在这地方。那你家人就陪你来这里过年吗？那我就是要给节呀，我不希望我的家人来。不希望别人打扰。对。好的，好，谢谢啊，谢谢，我们真的是有缘人呐。好，那我们走了啊。好，打扰你了。没有。刚刚呢，我们和山顶上这位朱爷爷简单的交谈了几个小时，从他的生活起居聊到了他修道成仙的话题。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梦想，在这里我也祝他身体健康，早日梦想成真。好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下山了，在上山之前呢，我们在路上啊遇到了一位80多岁的奶奶，她非常的热心，给了我们一大把的板栗给我们吃。但是呢，我们也不能白吃别人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下山看看有没有缘分能碰到那位奶奶，想找她买点板栗。现在我们快点走，看可不可以碰到那位奶奶。大家快看，
那位就是我们在去山上路之前碰到的那位奶奶，她现在还在等着我们。奶奶，这个奶奶拄着拐杖，看上去年纪有80多岁了。奶奶，我呀，啊，我们从那个山上下来了。奶奶，找个的吧。奶奶，你一直在这下面吗？我们刚刚到山上去玩了一下，然后下来，你摘的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什么草药？来的鸡腿。哦，给鸡吃的呀。啊，哦，奶奶，你年纪有多大呀80岁的。有80岁了。啊，哦，你刚刚给我的那个板栗啊，家里还有吗？有好多呀。但我有团播啊。有多少啊？我找你买一点，要不？有吧要，给你买点。多少钱一斤呐？5块钱。5块钱啊，可以找你买几斤呢？啊，找你买几斤？了解了。啊，从这里过去多远呢？你看奶奶行走不方便，80岁了，走这个拐杖。因为刚我们下车的时候啊，要急着上山去拜访那位独居的叔叔，所以呢就没有跟这位奶奶过多的交流。所以我们下山之后啊，碰到他在这里，所以现在跟着他去他们家里面找他买一点板栗回去。刚刚尝了一下，味道还不错。这个到奶奶家里，我找她买一些板栗，然后没带现金，可以用微信看一下旁边周边邻居可以帮我弄一下不？